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林晴。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斗法大战中，美国国会一口气丢出2万多份爱泼斯坦档案。没想到最先倒下的是前哈佛校长、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财长拉里·萨默斯。他在婚内与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爱泼斯坦通讯中，请教如何追求女门生，而该女门生的身份迅速被扒出。众媒体都认为这个女门生就是美籍华裔美女经济学家金克宇，中共前财政高官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之女。一边是华府金融圈的大佬萨默斯的羞愧辞职，一边是自诩是中美关系桥梁的学者，在政治博弈后的性丑闻选择沉默。爱泼斯坦档案正在发酵，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究竟是怎样呢？11月13号，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把一批来自爱泼斯坦遗产的档案打包上网，超过2万页的邮件、附件、航班记录、捐款往来一次性公开。在这堆材料里，记录了爱泼斯坦如何和各路政要、富豪、学者保持关系，有谁搭过他的私人飞机，谁帮他牵线政治人物，谁在他已经被定罪为性犯罪者后仍然跟他往来密切。哈佛校报第一时间跑去翻资料，结果翻出一串非常私人的邮件，时间从2018年11月到2019年7月5号，也就是爱泼斯坦第2次被捕的前一天。发信人是当时64岁已婚的拉里·萨默斯。主题不是宏观经济，不是货币政策，而是怎么追一个门生级别的年轻女性。在其中一封邮件里，爱泼斯坦干脆自称是萨默斯的僚机，把对方的感情烦恼当成一场需要布局、算几率的游戏。国会档案一公开，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重点有2个：一、萨默斯在爱泼斯坦2008年因未成年性交易案被定罪后，依然常年与其往来，搭乘其专机为妻子争取捐款。2、在2018年到2019年，他还把一段模糊了师生导师与爱情界限的关系拿去跟这位性犯罪者讨论。11月17号，萨默斯对外发声，说自己对于爱泼斯坦的关系深感羞愧，宣布退出所有公共事务，只保留哈佛的教学工作，还辞去了美国进步中心、耶鲁大学等机构的职位，说这是为了重建信任，修补与最亲近之人的关系。从哈佛生红报整理的内容看，萨默斯在这段通讯里几乎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在情场上反复犹豫又放不开手的人，对象是一位他称作门生的女性。国会公开的邮件里，这位女子没有被写出名字，只有 Pearl、Minty 这些代称。但多家媒体把线索拼起来后，都将矛头指向同一个名字金克宇。这些线索包括学历与年龄对得上，邮件里提到这名女性是萨默斯在一场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宏观经济学者，是哈佛校友，在伦敦政经学院担任终身教授，年龄大约比萨默斯小将近30岁。这些条件都与1982年出生，2000年到2009年在哈佛念书，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金克宇惊人的一致。2、父亲背景吻合。邮件里提到，这位女士的父亲是中共前高级财政官员，后来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行长，还说其他中国官员都捧他。这几点正好对上金克宇父亲金立群。3、他真的有写邮件给萨默斯。哈佛生红报确认，有至少1封邮件是金克宇本人写给萨默斯，请他对自己的论文提意见。这封信后来被萨默斯转寄给爱泼斯坦。在这些线索之上，英美一些媒体直接用实名报道，称萨默斯向爱泼斯坦请教的对象就是中国经济学家金克宇，同时也强调，在公开的邮件里，他从未形容自己与萨默斯有恋爱关系。
他对这整件事拒绝评论，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知道萨默斯把两人的互动拿去跟爱泼斯坦分享。换句话说，他目前是档案里被动出现的人，名字没有出现在国会文件正文，却被媒体与舆论托举上了热搜。而金克宇，他出生在北京，14岁就赴美留学，是中国典型的精英父母培养精英子女成才的模式。他先到纽约霍瑞斯曼学校读高中，之后一路念到哈佛经济学学士、博士，再去伦敦政经学院任教。从公开履历看，萨默斯早在90年代就因公认识他父亲，双方都活跃在世界银行、财政部、亚投行这条国际金融链条里。而金克宇2000年到2009年待在哈佛的那10年，又自然把两个世代拉得更近了一步。这些都还只是背景，真正引爆争议的是在2018年到2019年的那串邮件里，萨默斯如何在爱泼斯坦面前谈论他。在哈佛深红报整理出的对话里，萨默斯一开始还在纠结，我跟他恐怕也就停在经济学导师这个位置。很快又在另一封信里崩溃式的承认，自己已经痴迷与他开会那天的绝佳表现，聪明、自信、思路清楚，而且美艳，我完蛋了。到了2019年6月，他干脆用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问爱泼斯坦，要不要来算一下自己是否能心想事成的几率。爱泼斯坦给出他的判断，先是称几率为0，后又鼓励他俩会注定在一起，劝他采取长期战略，把女方放在一个被迫等待的模式里。Again 这个字眼是很多人开始做文章的地方，有评论者于是解读，既然说的是 again getting horizontal， 那就暗示两人之间曾经有过关系，如今几率归0，才需要重新布局。但必须说清楚的是，在国会公开的邮件和哈佛深红报的报道里，并没有任何一句话直接写明两人已经发生过什么关系。这个更代表什么，到目前为止只能停留在外界的猜测与八卦层面。更值得注意的是，萨默斯怎么描述他心中最理想的剧本。在邮件里，他这样向爱泼斯坦分析，他认为这位女士觉得萨默斯非常有价值又很有趣，所以他在盘算如何让女方在情感与萨默斯所掌握的资源之间做选择。几个月后，他又在2019年3月的一封信里补上后续进展，说他肯定很困惑，或者也许他想甩掉我，但又非常想要我职业上的人脉联系，所以才勉强维持着。在萨默斯眼里，他一方面可能想抽身，一方面又离不开他掌握的人脉和光环。也正因为这样的表述，中文网络上则有不少人给顺势描摹出一个更戏剧化的版本。一边是14岁就被送到美国，被期待在中美之间当桥梁的精英女儿，一边是民主党前财长、哈佛前校长，曾公开为中国经济政策背书的重量级人物。有人更是推演出，为了守住这条中美关系的桥，守住自己的学术与中共政商资源，他即便要跟这样的男人维持亲密关系，也在所不惜。但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界限，目前所有主流报道都只证实了2点。第一，萨默斯却是用极为暧昧甚至性暗示的语言和爱泼斯坦讨论他对这位中国门生的迷恋与打算。第二，金克宇本人拒绝评论，档案中也没有他承认恋爱或性关系的文字。他是否知道自己的邮件被转发，是否认同萨默斯的那套资源加浪漫的算计，外界尚无从可知。金克宇过去在《纽约时报》等访谈中，喜欢把自己形容成站在2个世界之间的人，强调中美不是必然的邻和对手，彼此繁荣可以互利，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在这桥上走钢丝。这次爱泼斯坦档案把他推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钢丝线上，下面是舆论的深渊，上面是司法文件和媒体舆论的记录。这信件背后到底发生过什么，只能等待未来会有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萨默斯追求中国美女这一层八卦之所以特别敏感，还有另一个原因：金克宇背后那张中共财经权力网。金立群1949年生于江苏常熟，1980年底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于1981年被中共财政部委派到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工作。1989年到1995年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副司长、司长。1998年在朱镕基出任总理时被提拔为财政部副部长。2003年离开副部长职位后，先后担任亚开行副行长、中投公司监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2016年起出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任行长。2020年连任至今，是习近平“一带一路”金融版图的重要执行者之一。世界银行的一份回顾中国40年合作的文件提到，90年代末，中国财政部高层与美国财政部合作密切，其中就有1998年刘基斌副部长会见时任美国副财长萨默斯，由金立群陪同的场景。换句话说，萨默斯认识金立群比认识其女儿金克宇早了至少20年。而金克宇2000年前后赴美，在哈佛完成本科与博士，一路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2009年进入伦敦政经学院任教，后来成为终身副教授，主攻中国经济、国际金融。曾担任瑞士信贷、利丰集团、怡和洋行等跨国公司董事，也为世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纽约储备等机构做咨询。在中英文媒体上，她既是美女经济学家，也是中共前财长之女、亚投行行长千金，常被安排在达沃斯论坛、中国发改委财新年会这类场合，扮演一个懂西方也懂中国的温和说客。这几年，她出版的《The New China Playbook》在欧美媒体上频频出镜，核心论点包括中美不必走向脱钩与零和对抗，中国的国家主导型模式有其效率与逻辑，西方不应低估中国技术与创新的潜力。也正因为此，这次爱泼斯坦档案风波里，中文社交媒体一面疯传他过去的访谈片段，一面则是用尖锐的字眼批评他是女版林毅夫，是为中共经济政策辩护的大外宣，认为他把移动支付、新能源车这类政策红利讲成制度优越，却忽视了体制性风险与产能过剩。这些批评本身有浓厚的立场色彩，但也说明在很多人眼里，金克宇不只是某位被追求的中国女学者，更是具有深厚政治经济资源背景的整个中共财经精英网路的一部分。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这起事件很重要的几点是：一、违法与论理。萨默斯身为已婚人士、名校教授、前财长，却跟一个有性犯罪前科的人讨论如何追求年轻门生，还把对方信件转寄第三者，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论理问题。二、中国元素的尴尬。这些邮件曝光的时间，正好是中美关系高度紧绷，华府对中国金融与科技影响力格外敏感的时期。被牵扯进来的，偏偏又是前中共财政高官之女、亚投行行长的独生女。对不少美国政界人士而言，这不只是一桩老男人追年轻女学者的故事，而是牵出中共精英如何渗透西方学界与金融圈的问题。三、沉默的代价。萨默斯已经用深感羞愧、退出公共事务为这一轮风暴暂时画下逗号。金克宇则选择完全不回应，连律师声明都没有。在中文舆论场上，这种沉默也被解读为既不想得罪美方，又不能触弄北京。某种意义上，他过去自我定位那句在中美之间走钢丝，正好变成现在这场风暴的注脚，只是这回是别人替他写的。档案还在陆续解密，故事未必就此结束。可以确定的是，对于那句中美不是零和游戏，
未来恐怕会有越来越多人反问：站在这些跨国精英的角度，究竟是哪一方真的输不起？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